走进一客数千元的高级牛排馆，菜单上标榜着安格斯，转头来到街边100多块的速食店或火锅店，招牌上竟然也挂着安格斯。大众普遍将安格斯与高品质牛肉画上等号。然而，这种对品种与品质的强烈连结，其实是建立在肉品工业对资本与法规的一系列精确操作之上。回归本质，所谓的阿伯丁安格斯牛，单纯只是一个原产于苏格兰的牛只品种，这是一个生物学标签，而非衡量肉质优劣的指标。如果缺乏妥善的饲养与营养管理，一头安格斯牛所产出的肉质，完全可能比不上一头普通的无名黄牛。在美国农业部的官方评级系统中，决定牛肉等级与价格的唯一指标是肌肉中的油花分布。无论是极佳级、特选级还是可选级，都与牛的品种没有必然联系。1978年，安格斯牛在市场上正面临危机，因为天生体型较小，它们在产肉效率上难以与大型工业肉牛竞争，使战率不断萎缩。为了挽救产业，美国安格斯牛协会创立了检定安格斯牛肉 （CAB） 品牌，他们投入数亿美元，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行销，成功让消费者在潜意识里将安格斯与奢华品质强行绑定。这种品牌光环让厂商得以获取溢价，将 USDA 评级中低阶的廉价肉品挂上安格斯的名字后，再以高价卖给追求高品质的消费者。如果安格斯是特定的纯种牛，全球连锁速食店与火锅店每天消耗的惊人肉量究竟从何而来？纯种安格斯牛的数量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全球供应链。答案隐藏在美国法规的一个漏洞里。要在美国将牛肉标示为安格斯，法律并不要求进行 DNA 基因检测，而是采用一种称为表型认定的标准。根据这项标准，只要这头牛的外观拥有 51% 以上的黑色毛皮，它就有资格被列入安格斯计划的候选名单。这种只认毛色不认基因的规则，让农场的繁育重点发生了偏移。他们不再专注于肉质的改良，而是致力于生出一头外观符合要求的黑色牛只。农场开始利用杂交技术进行血统清洗，他们将生长快速、体型巨大但肉质普通的牛种与安格斯牛混合繁育，只要后代遗传到足够比例的黑毛，就能获得标签认证。这种做法甚至延伸到了和斯登乳牛身上。当这些乳牛结束了产奶周期，农场便将其与安格斯牛配种，只要生下来的小牛符合黑毛占比的视觉测试，就能进入全球肉品市场，并以安格斯的名义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最终出现在消费者餐盘里的平价安格斯，很可能只是一头拥有部分安格斯血统、披着黑毛外皮的杂交乳牛。解决了供应量与品种认证后，肉品巨头还需要进一步压缩成本，才能让安格斯牛肉成为随处可见的低价商品。核心动力源自于美国成熟的集中动物饲养经营体系。在这些巨大的工业肥育场中，数以万计的黑色混血牛被圈养在狭窄的空间里，它们失去了在草地上漫步的自由，成为生产线上的工业原料。为了快速产出油花，这些牛被喂食美国政府高度补贴的廉价谷物与大豆。这种将生命视为工业压缩成本的模式，让安格斯牛肉的供给量呈指数级爆发。当供给量无限放大，加上速食连锁业者的巨量采购压价，安格斯牛肉最终完成了从特选商品到平价大众物资的转变。由集中动物饲养经营体系驱动的无限供应，配合大型餐饮集团的采购能力，彻底抹平了传统畜牧业中因牛脂稀缺与饲养周期所形成的价值壁垒。安格斯牛肉的平价化是肉品巨头成功将廉价肉品强行披上顶级外衣的运作结果。这是一场标准的产业操作，先透过行销重新定义品质，再利用法规漏洞规避基因检测，最后透过工业化饲养彻底摧毁传统的养殖成本。当你咬下这块平价安格斯汉堡，你正在消化一场由行销策略、法规漏洞与工业生产线共同完成的商品。